福特号撤离中东，美军最强航母技术问题暴露。倘若是巅峰时期的福特号，战力到底有多夯？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全球军事圈最瞩目的焦点，无疑是美国海军最昂贵的核动力航母杰拉尔德2福特号。根据彭博社24日消息，福特号因舰上洗衣房发生火灾，已被迫撤离中东战区，驶入了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港和希腊的苏达湾基地，同时也结束了其长达近300天的海外高强度部署。很多别有用心的媒体立马抓住福特号舰尾洗衣房发生的一场小火灾，以及五角大楼报告中提到的一些系统磨合问题，开始大肆嘲讽这艘10万吨级的巨兽是移动的灾难，甚至声称美军的航母战力正在走向衰落。如果你真的相信了这种鬼话，那只能说你对现代尖端军事科技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事实上，福特号的这次撤离和休整根本不是什么战损或溃退，恰恰相反，这是他在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高强度实战部署后一次凯旋的休整，更是一次收集海量极限数据、完成技术淬炼的必要过程。不少人听到这话，恐怕要忍不住嘲讽了，说我还在硬吹美军。我只能说这话的还是太年轻了，他们从来都没想过，福特号从来就不是一艘普通的航母，它是美国海军为了锁定未来50年的全球制海权而打造的跨时代颠覆性平台。那些嘲笑它电磁弹射器会卡顿、武器升降机会出故障的人，根本不明白，这是率先探索技术极限的国家，注定要承受试错的代价。而当福特号彻底消化完这些成长的烦恼时，留给对手的将是深不见底的技术代差。那么在理论的巅峰状态下，这艘集结了美国数十年最顶尖科技的钢铁巨兽战力究竟有多恐怖？为什么说一旦它发威，足以碾压任何中等强国？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说法，评价一艘航母战斗力标准的核心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挂满弹药的战机弹射升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舰载机日出动架次率。为了在这个指标上追求极致的突破，福特号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果断抛弃了美国海军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且领先世界几十年的蒸汽弹射器，换上了划时代的电磁弹射系统。这是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传统的蒸汽弹射器不仅体积庞大、维护繁琐，更致命的是它需要消耗大量由核反应堆烧出的宝贵淡水，而且蒸汽弹射的力度调节是一个粗放的物理过程，它在弹射初期的加速度极大，对机体结构的拉扯非常严重，这就导致它弹射重型战机很费劲儿，而如果用来弹射轻型无人机，又极容易把机体直接扯坏。而福特号的电磁弹射系统则完全颠覆了这一物理限制，它的能量转换效率极高，不需要消耗一滴淡水。最恐怖的是，电磁弹射的推力可以做到毫秒级的精准数字化控制。无论是满载30多吨弹药和燃油的 F-35C 隐身战机，还是重量只有几吨的 MQ-25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系统都能根据机型和重量输出最完美的平滑加速曲线。这不仅极大地延长了舰载机机体的使用寿命，更为美国海军未来大规模部署各种型号的无人作战飞机彻底扫清了甲板上的障碍。除了弹射器，福特号还配备了同样基于电磁技术的先进阻拦装置。传统的液压阻拦索在飞机降落时拉力是被动且生硬的，而 AAG 则通过水涡轮和电动机的精确配合，能够瞬间计算出降落飞机的动能，提供极其平顺的制动力，让飞行员的降落过程变得更加安全可控。配合全新设计的宽大矩形飞行甲板、向后移动且体积大幅缩小的隐身舰岛，以及取消了传统维修区的一站式甲板作业流程，理论巅峰状态下，福特号的舰载机日最高出击率被拔高到了惊人的160架次至220架次，这是一个足以让所有潜在对手感到绝望的数字。这样说吧，它比现役的尼米兹级航母足足提升了近30%，这意味着在开战的头48小时内，福特号单舰就能多投下数百吨的精确制导炸弹。这种高密度的饱和式空中打击，足以在几天内瘫痪一个中等防空强国的整个雷达和指挥网络。当然，还有人会说，弹射器再快，如果炸弹运不上来，飞机也只能空着肚子上天。
这正是彭博社报告中提到的另一个让福特号备受折磨，但也最具颠覆性的系统——先进武器升降机。在传统的尼米兹级航母上，把炸弹从深埋在水线以下的弹药库运到飞行甲板，是一个极其繁琐且危险的物理过程。传统的钢缆液压升降机速度慢，载重量小，弹药还需要在不同甲板间进行多次水平和垂直转运，这极大地拖慢了战机的挂弹效率。而福特号的 AWE 则是一个极其疯狂的创新，它彻底抛弃了使用了上百年的钢缆和液压装置，而是采用了类似磁悬浮列车的直线同步电机技术。简单来说，这就是一部垂直运行的电磁轨道车。全舰共装备了11台 AWE， 它们能够以每分钟约45米的惊人速度，将重约 10.8 吨的弹药从底层弹药库无缝地运送到飞行甲板的挂弹区，速度比老式升降机快了整整1倍，载重量更是大幅提升。想象一下，当战机降落在甲板上，地勤人员不需要推着沉重的弹药车跑来跑去， AWE 像电梯一样，瞬间将挂配好的精确制导弹药送到手边，挂弹、加油、重新弹射升空，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这才是福特号能够实现220架次极限出击率的真正隐秘的硬件支撑。虽然这套极其复杂的电磁系统在服役初期故障频发，甚至一度导致航母无法进行满负荷弹药投射，但美军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花了数年时间，一台一台的将这11部升降机全部调试认证完毕。这种咬牙攻克技术壁垒的韧性，才是支撑美国海上战力不断迭代的原因。当然，无论是电磁弹射、先进阻拦，还是电磁武器升降机，这一切吞电如水的科幻设备，都需要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心脏来支撑。这就是福特号的动力之源，2座全新的 A1B 压水核反应堆。很多朋友或许对 A1B 不太了解，简单来说，这玩意儿就是微缩版的超级核电站，它的体积比尼米兹级的 A4W 反应堆小得多，操作人员更少，维护周期更长，长到福特号只需服役期内更换1次核燃料，但它的发电能力却足足提升了 2.5 到3倍。2座 A1B 反应堆可以提供惊人的600兆瓦电力。为什么一艘航母需要这么恐怖的电力储备？是为了跑得更快吗？不，航速依然是30多节。美军的目光早就看穿了未来50年的海战形态，这海量溢出的电力储备，就是美军为未来战争埋下的最深的一步棋。现代战争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能量，而不是单纯的化学炸药。当其他国家的航母还在烧着重油、冒着黑烟时，福特号已经做好了跨入定向能武器时代的准备。未来，高能固态激光防御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甚至是直接用于对海对陆打击的电磁轨道炮，都可以毫无压力地直接接入福特号那庞大的电网中。这种在底盘设计上的前瞻性碾压，让福特号不仅仅是一艘无敌的海上巨兽，更是一艘随时可以升级为科幻战舰的未来平台。这种降维打击的技术潜力，才是美国海军最可怕的地方。虽然彭博社的报道吹毛求疵地指出，福特号缺乏拦截敌方反舰导弹或小型无人机群的足够实战测试数据，但请绝对不要怀疑它那套态势感知系统的硬核实力。福特号身上装备了极其先进的双波段雷达系统，这是一套将广域搜索与精确定位完美结合的怪物。它由 S 波段容积搜索雷达和 X 波段多功能雷达组成。这2套原本需要各自独立天线阵列的系统，被美军彻底融合在一个隐身舰岛的平板贴阵内，彻底告别了过去那种极易产生雷达反射的杂乱布局。而且2套系统极其敏锐且算力惊人。S 波段雷达负责在几百公里外进行大范围的早期预警，一旦发现目标，立刻交接给 X 波段雷达。X 波段雷达则进行高精度的火控级追踪，它不仅能指挥舰载的海拉姆防空导弹和改进型海麻雀进行精准的超视距拦截，甚至能敏锐地捕捉那些贴着海浪飞行企图低空突防的隐身反舰导弹。配合周围由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组成的庞大宙斯盾防空反导网，想突破福特号的防御圈，敌人必须发动耗资巨大的饱和式导弹攻击。了解了这些逆天的数据，我们再来看看福特号这近300天的实战履历吧。
他的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海外部署，可不是去太平洋上度假，而是直接被五角大楼当作定海神针，投入到了全球最危险、最动荡的火药桶。从2023年5月初离开诺福克姆港开始，这艘巨兽就开启了高强度的连轴转。它先是横跨大西洋，深入北海和挪威海，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与北约盟国举行大规模演习，极大地震慑了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随后在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的短短48小时内，福特号作为美国最强有力的威慑力量，取消原定计划，火速全速驰援东地中海，成功遏制了中东其他武装势力趁机下场的企图，稳住了以色列面临两线作战的底盘。紧接着他又被紧急调往加拉加斯方向，杀入加勒比海，执行代号为南方之矛行动，用航母打击群的绝对武力帮助美军完成速通委内瑞拉的壮举。最终他更是加入了针对伊朗的史诗狂怒联合打击行动。在这次行动中，福特号向所有人展示了美军最可怕的全域体系作战能力。它起飞的超级导黄蜂战机，甚至与从美国本土起飞跨越半个地球的 B-52战略轰炸机完成了无缝的协同作战，对伊朗本土的高价值目标发起了多次致命的精确空袭。所以在我看来，福特号的洗衣房确实起火了，它导致几百名水兵只能睡地板，甚至要从友舰借床垫。它的电磁弹射和武器升降机在极高强度的出击压力下，确实还存在着故障率波动的问题，但这恰恰证明了美国海军是一支真正在实战中打磨装备的军队。美国海军敢于把这艘集结了无数不成熟黑科技的超级战舰直接派往战火纷飞的真实战区，去接受高盐、高湿、高强度起降和实战压力的极限检验。在这种极限状态下暴露问题、记录数据、解决问题，从而完成技术底层迭代的能力，才是福特号能够制衡全球的根本原因。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福特号经过休整后，是否还会参与美军后续的全球行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